案呢？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董24岁，来自贵州服务员；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山东个体。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谈了多久了？谈了3年半了。我们是在一场同学聚会上，然后当时也是一见钟情吧。同学聚会啊？对。现在在哪儿工作？现在我呢是在酒店当服务员，他呢就是在做微商。挺好啊。你为什么老说没有未来？没有未来指的是什么呀？因为之前我爸妈一直对他挺不满意的，我特别喜欢他，经过我的坚持，跟我爸妈说他对我的好嘛。其实主持人他之前对我特别好，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要去武汉做志愿者嘛，从我们山东出发去武汉，刚上火车有1个小时吧，我就开始发烧，他在火车上一直在照顾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当时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他要对你不好，你也不会这个要嫁给他，对不对？也不会说服父母，是吧？你父母不满意他是什么呀？就是后来的时候，我父母知道他的家庭条件嘛，然后他又是贵州的，离我们那儿特别远，你说谁家的父母不想让自己家的闺女，然后嫁一个近点的地方吗？我父母当时就不愿意，经过我一直坚持，然后他们就好不容易同意了。暑假的时候，我带他回家吃饭，在饭桌上就说，既然你们两个都认定了对方，坚持这个事儿，要不就把那个婚事定下来吧。然后就说拿10万块钱的那个订婚的钱嘛。当时我也是觉得以他的家庭条件就是挺多的，事后我就跟我父母说，让他把这个钱给压一点下来，一直跟我父母一直说，那时候说了得有1个多星期然后我父母就好不容易同意6万块钱。结果他也是嫌多，一直跟我拖，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要订婚的这个意思。其实我没有说一直在拖，我也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说呢？对这个事情我还特别就是有点生气，就是谈婚论嫁这种事情，就是应该双方父母进行沟通，这个定金的事情，他父母跟我说，然后我就感觉他父母好像在为难我，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我父母怎么就为难他了？当时我父母就觉得是他家是贵州的嘛，离我们那儿太远了，就觉得让他父母过来一趟也不容易，就先跟他说，让他跟父母说一下，等到真正这个事儿定下来了，然后再让他父母直接过来。所以女生也挺委屈的是吧？对，就那样，我父母怎么能是为难他呢？现在这个钱筹备好了吗？钱还没有，还差。还差一点。你知道主持人他当时是怎么说的？我之前做微商自己存了2万块钱，他就跟我说，拿你那个做微商赚的钱来把你父母糊弄过去。但是我父母怎么能拿我的钱糊弄过去呢？你说谁家的男孩娶媳妇儿的时候，自己1分钱不掏，还要白捞点回去？其实主持人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种。当时呢，我是手头是很紧，然后我们在一块上大学，大4那年，就是做微商的时候，他手上存了点钱。我想的是，他父母也不知道他有这个钱。我想的是，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就是先给上2万，就是让他父母对我有点就是意见那种想法。明白了。就先拿这2万块钱，我们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对，或者叫表态是这意思吧？对。但是女生肯定不愿意，说是吧？本来不同意，从不同意到同意，从10万到6万，你小子还这样，心里不舒服。对，我就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要跟我订婚那个意思其实主持人，我们之前分过一次手，就是我们之前大4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没有课了吗？我们就一起做微商。他确实当时他特别心疼我，就自己搬货进货嘛，让我就管那些跟客户交流。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挺好的，后来也就有2个月吧，他就开始跟我发脾气，跟我各种找事儿那我跟你发脾气不是因为就是当时我们刚开始前面生意还挺不错的，每个月也能挣上个2000块钱左右2个人嘛。可是2个月后吧，我却发现我每天的工作量是原来的2到3倍，但是每个月我们在算账的时候，那个钱只涨了500块钱。我就想着这钱有点不对劲，会不会是他就是把这个钱给卷走了，就是吞掉了，也没跟我说。合伙人之间不信任了他其实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我，我有必要图他那点小钱吗？而且这个账每个月末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写到本子上，他看一下。
之前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解释过，我跟他说过，他根本就不明白，所以之后我才不想跟他解释了的。因为这个事儿，他把他那个钱撤出来了，我们就因为这个事儿分手了。你谁提出的分手？我提的分手。我也是一气之下，就是我把钱给撤出来了，他提了分手，我呢也就同意了。同意后2个月以后，我呢不好意思，我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3年多的恋爱照片，做成一个视频的形式发送给他，他呢也就很感动，就复合了。看到那个照片视频，就仿佛看到了我们走过来的这3年多的点点滴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跟我复合，不光是因为对我舍不得什么的，他其实还是就因为他把他撤出来的钱全都花没了。花没了是跟复合有什么关系？我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不是没钱了才来找我的就这种感觉。怎么会有这感觉？这恋爱谈的？因为他当时钱1分都没了嘛，然后他才来找我的。好嘛，你们这个其实也并不是像他刚刚说的，我不是说因为钱没了而跟他复合，我是因为想的是我问你们复合之后经济上出现过什么问题没有？复合之后他还是特别不信任我他不是一直都没有工作，然后无所事事嘛。我就托人给他找了一个服务员的工作，去了之后2个月1分钱都没有存下来，自己挣多少花多少。我就想着一人往一个卡里存500块钱吧。你提出了一个办一张卡是吧？对一人存500块钱，这个钱也是有数的嘛，彼此。但是我发现他还是特别的不信任我怀疑我要用他那钱去干嘛，图他那点钱。我没有说是不信任你，因为每月工资像对于我现在20多岁的人来说，2000多。其实也攒不了多少钱，朋友聚餐，然后他就可能就是觉得我大手大脚，然后我们就商量着寻思，就是一块儿每个人往银行卡存500块钱。可是他做了一件特别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把我们之间存的钱，他居然给动用了，而且没跟我商量。我觉得我们之前因为微商那个钱的事分过一次手，闹过别扭，我就想着这个钱反正。我先是微商资金周转不过来嘛，然后就去周转资金了。我就想着这些钱我早晚会补回来的，我就没有跟他说，就不想跟他闹这个别扭了。巧不巧的又被他发现了是吧？对。这次怎么解决的呢？当时就把那个钱给分开了。对，也是撤出来就又撤了。哎呀，就是没有在一起存钱了，各自管各自的那种。听明白了。对。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吗？他就跟我说，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因为我妈不愿意让我跟她去贵州，然后就说追随你，对，就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其实当时听见这句话，我挺感动的。但是你知道他后来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就说你们家那个房子租出去的房子，我们家在山东有3套房子，一套我父母住着，然后另外2套都租出去了嘛。租出去的房子时间到了就别给那个租户了呗，等我跟你去了之后就让我先住。我觉得他是不是就图我们家房子？其实他刚刚所说我图他什么，我并没有想图什么，因为我作为南方人，然后他是北方的，而且我还作为男生，我既然就是愿意跟随他到他们山东过去，然后我在那边也无依无靠，也没有亲人，总得找个住的地方。是。他们家刚好有一套空的房子，那个租的人快到期了，我就说你就别租了，给我先住着，我也不是说不给你钱行了，听明白了。你相信他吗，小姑娘？我之前是相信他，但是经过这一系列的事儿，他又是怀疑我，又是打着各种算盘，他根本就没有说就这个房子怎么着，他就直接说我去住。但是我总得先找个住的地方，完以后再去找工作，挣完钱以后，就是说多少那个房租费会给你父母一点，也没有说白住，他就是曲解我意思。这无所谓了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好。要娶她吗？要。什么时候娶？再给我3、5年，等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我想是问我们家拿个首付的钱，先在山东上买上一套房子，然后后期我们结婚了以后再慢慢的挣，再把剩下房钱给补上。行。第2个问题，以后你挣钱给谁花？给他花。不信。他可能也曲解我好多意思。你父母知道彩礼的事儿吗？我父母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敢告诉他们，我就想的是，我这边先拖着。说白了就是人家父母已经开出了条件，你们家父母还不知道你要娶这姑娘呢，是吧？是。你去过他们老家吗？去过。去过几回啊？去过3次，见过他父母3次。他父母也挺喜欢我。不，你别那么笃定啊！你父母喜欢他吗？说实话。喜欢，但是你说实话你把但是说了吧。
我父母真的很喜欢他，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家条件不是太好，就是肯定给不了像他父母所说的10万、6万这种钱。你父母并不知道他们家要这个彩礼的事儿啊。可是以我们家的经济能力，我感觉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其实主持人他就是一直拖着，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跟我订婚。所以看起来好像这段爱情是倒在了所谓的彩礼或者现实面前。我相信老师跟你们仔细分析过之后，你们发现并不是。啊，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你明明在说，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就是图我们家房子，你都这么看不上他了，那你干嘛还要嫁给他呢？你听哪个相亲相爱的夫妻，老婆说，哎，我老公就是看上我们家房子了，那能走到一块儿吗？你如果觉得他条件不够好，不能够实现你对婚姻物质上的要求，你就离开他呀。你如果看重的是他的人品，看重的是他的陪伴，包括他的性格、脾气等等，那么你就要默默地支持他呀。所以我觉得你根本没有想好你想要的婚姻是什么。没有人这样说自己相爱的人，我爱的人他是图我房子。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放平，学会尊重，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小伙子，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相信你将来赚钱会给他花，但是你现在都不去努力的赚钱，都不去树立自己的尊严，别人怎么尊重你？你知道彩礼是什么吗？要的不是这6万块，他爸妈要的是你们全家对这个女孩未来的儿媳妇的重视程度。你连开口都不敢跟爸妈说你有多重视她，所以他的失望，他们家人的不满在这点，不是彩礼数额的多少，对不对？对。所以你这种对婚姻、对他、对这个整个家庭的不够重视程度，让这女孩越来越觉得你不靠谱，甚至我看不到你身上的志气。人家说你看中我们家房子，你连吭都不敢吭气儿，你连这个志气都没有，你怎么娶她？所以我觉得你先去锻炼自己的内心吧。我们鼓足勇气去面对生活的不易，你会有所建树的，你会让自己内心充满价值感，你会尊重自己，也会赢得别人对你的尊重，这样你才能拥有平等的相亲相爱的爱情。现在的你那个气儿还差着一点，我希望你加油，做一个有志气的好男儿。好，谢谢。我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在你们俩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头，如果与钱无关的事儿，你们俩有矛盾吗？有的时候也会有矛盾，但是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整体还是不错的，否则你们也不可能在一起嘛，对不对？对。那为什么一触及钱就出现这么多问题？是钱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即使钱不够，情来凑就可以。但可惜你们两个人在谈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情付出。比如说你们一起做微商，后来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怀疑他，不信任。第二，在一起存款，女孩在不告知男孩的时候就把那钱自己挪用了，于情于理可都不对啊，你根本就不尊重他。而你不尊重他，其实后面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看出来。人家已经付出了说要去山东追随你去，但是住你的房子还没说不给钱的时候，你就生怕说是不是又在想惦记我那套房子。所以这些种种的事情发生，就是你们没有在谈钱的时候用情，你们两个之间情感的厚度并不厚。真正的恋人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在生活的时候，钱在他们来说不是问题，钱是让他们的感情更好，钱可以让他们日子过得更好。但是如果钱破坏了他们的关系的话，只能说他们不适合在一起。建议你们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再对彼此有一个坦诚的一个沟通，就这样。在大学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他？对。你抱怨吗？那个时候没有。你们俩之间会因为他在经济上接济你，两个人闹矛盾吗？不会。不会。对。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是愿意帮助他的。对。
他还你吗？不还。你介意吗？但是他那个时候对我特别好。再问你一点，你在做微商的时候，后来的这个销售量越来越好，你扪心自问，你有没有中饱私囊过？没有，1分钱都没有。那么后来你为什么要去动共同的存款呢？当时是微商的资金周转不过来。你为什么不可以跟他明说呢？我怕我们两个因为钱的事吵架。好，那我就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介意他穷吗？不介意。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掏出钱来把这婚给结了呢？我觉得他是当时一直拖，根本就没有要跟我订婚的那个心思，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一个态度。你要他给你什么态度？其实我要的就是他表明心思要跟我订婚的那个态度，而不是一直拖。但是其实你也没有给他什么态度，你动用2个人的存款而瞒着对方。如果2个人在金钱上都不能坦白，那还谈什么婚姻？我们可以对周围的人不那么坦白，但是对于自己的枕边人，对于自己的爱人，至少在金钱上可以坦白一些吧。但分明是我们没有看到。你说他没骨气是吧？他承认了，他就是没骨气，对吧？没有啊，有骨气。有骨气啊！你的骨气体现在哪呢？我没看见。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家庭贫困，不说你多有骨气，至少从微商当中撤出来的那笔钱，你不可能那么早就花了，你应该会节省的用。所以说啊，每个人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在情感上要平等和尊重，好吗？好。在我看来，只是2个没有长成的孩子谈婚论嫁，所以你多少会觉得这个感情里面有太多的别扭，因为没有长大。你们还真别急着结婚，在这个阶段，咱先奔着强大自己走。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我想和你一起走下去，因为我们相识4年多，谈了3年多，感情也一直都在。在生活中，我也是点点滴滴也都在照顾你，你呢也是在照顾我，不希望因为中间有一些所谓的财产啊、金钱而导致我们就是分手什么的，所以我想的是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再去爱你。也许我对你之前的条件确实是太苛刻了，也没有理解你，我以后也会理解你，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也会。好，时间到啊！最后我补充一句话啊，姑娘，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做家长的，咱们都共勉一下啊！你的钱是你的钱，跟你的孩子没什么关系，别把孩子都惯坏了，认为我们家有钱就是我有钱了，你们家的钱跟你有1毛钱的关系啊！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唉，来，请关门。说爱